提升认知最快的方式就是多看我的人性解读。接下来呢，我将用36个月的时间，逐一拆解那些被教科书藏起来的细思极恐的实验，以及它们跟你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。今天讲斯坦福监狱实验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把一个好人变成恶魔需要多久？答案是6天。至少有一个实验是这么告诉全世界的，它被写进了每一本心理学教科书，50年没有人质疑过。但这个实验呢是假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假的实验凭什么敢欺骗全世界50年？到现在为止，教科书都不敢删。要回答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得先回到1971年，看看这个实验到底讲了什么。1971年夏天，斯坦福大学呢有一个心理学教授叫菲利普·金巴多，他呢想搞清楚一个问题：一个人做了坏事，到底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是坏人呢，还是环境把他逼成了那样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他干了一件现在看起来胆子都大到离谱的事。他呢在自己的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里搭了一座假监狱。什么概念呢？3间牢房，每间不到6平米，走廊当放风场，有个储物间呢被改成了禁闭室，他管那儿叫黑洞，没有窗户，没有钟表，你在里头分不清白天黑夜。然后呢，他在报纸上登了条广告，招人参加监狱模拟实验，每天15美元，70多个大学生报了名，他挑了24个身心最健康的。接下来呢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用抛硬币来分组，正面你是狱警，反面你是囚犯，就这么随机，跟你聪不聪明、善不善良、长什么样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的命运呢，取决于硬币掉下来的那一面。你品一下这个设定，狱警发了什么呢？卡其色制服、哨子、警棍，还有一副反光墨镜。注意这个墨镜，金巴多呢专门要求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挡住了你的眼睛，对面的人就看不到你的表情了，你就不像你了，你变成了一个角色。囚犯呢更惨，发了一件麻布连衣裙，没有内裤，头上呢套尼龙袜，模拟剃光头，脚踝呢锁一条铁链，走路哗啦哗啦响。而且从进门那一刻起，你就没有名字了，你只有一个编号，你不是小明，也不是老王，你就是一个数字。然后呢，实验的第1天，金巴多就把场面搞得很大。他联系了帕洛阿尔托市的真警察，不是演员，是真的在职的警察。星期天的早上，那些被分配到囚犯组的大学生还在家吃着早饭，门铃一响，开门，2个警察站在面前，你被逮捕了。罪名呢是持械抢劫和入室盗窃，全套流程戴手铐，按进警车，去警察局采指纹。搞完以后呢，蒙上眼睛，送到斯坦福的地下室。进门的第一件事，脱光，全脱，然后消毒，穿上那件没内裤的麻布裙子，套尼龙袜，锁脚链。从这一刻起呢，你不是大学生了，你是囚犯。而走廊的另一头，那些抽到了狱警的人，戴着墨镜，握着警棍，一言不发地站在那儿盯着这一切。其中呢，有几个人嘴角已经开始往上翘了。这才第1天。然后呢，第2天凌晨大概2点多，囚犯那边呢憋不住了，直接暴动，用床堵门，把编号牌撕碎扔出来，冲着狱警骂。狱警怎么反应的？他们拿来了灭火器，对着门缝喷，白雾一冲，人全被逼到了墙角，然后破门进去，把衣服没收了，床垫没收了，带头的人也拖出去关了禁闭。但最狠的不是暴力，最狠的是接下来的一招心理分化。狱警搞了一间特权牢房，表现好的囚犯还你衣服，让你刷牙，给你吃好饭，其他人呢什么都没有。这招一出来，囚犯之间直接就分裂了，被优待的那几个人被其他人当叛徒，没被选上的呢互相猜忌，暴动2天之内就从内部瓦解掉了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人物，也就是整场实验最为恐怖的一个人。一个狱警给自己取了个外号约翰·韦恩，他真名呢叫埃舍尔曼，大学生，心理健康，随即呢分到了狱警组，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。但从第2天开始，这个人就跟换了一个灵魂似的，他模仿了一部老电影里虐待狂看守的说话方式，让囚犯做俯卧撑，做到趴地上起不来，让他们互相骑在背上装骆驼，
半夜3点呢把人叫起来做毫无意义的报数。他设计了各种花式羞辱，而且他很享受。到第4天呢，已经有3个囚犯因为严重的情绪创伤被迫提前退出了，但实验呢还在继续。第5天允许家人来探视了，有些家长看到自己孩子的状态之后很不安。津巴多出来了，不是以教授的身份出来的，是以监狱长的身份。他安慰家长说，没事的，这只是实验。你注意到了吗？这个时候他已经不觉得自己是研究者了，他觉得自己是监狱长，连设计实验的人都被角色吞了进去。然后到了第6天，一个叫马斯拉赫的人到了地下室，他呢是津巴多的女朋友，斯坦福心理学的研究生。他走进走廊，看到一排囚犯头上套着纸袋，排成一列，被推搡着去上厕所，他们的全身都在抖。马斯拉赫呢当场就哭了，他转过头看着津巴多说了一句话，你对这些人做了什么？你到底怎么了？6天，在这6天里有50多个人看过这座监狱，心理学家、研究生、家长、朋友，50多个人，只有他一个人说了不行，这是不对的。其他49个人呢，他们看了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什么都没说。当天呢，津巴多终止了实验，这个故事的教科书版本到此结束。核心结论就一句话：24个正常人一座假监狱，好人6天就能变恶魔，是环境的力量，不是性格的问题。这个结论呢，被引用了50年，写进了每一本心理学教材，影响了法律、军事、教育。好，现在我来告诉你这个故事哪里不对劲。2018年，一个法国学者勒泰克西耶出了一本书，书名翻译过来叫《一个谎言的历史》。他去翻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原始档案、录音带、实验笔记、被试的回忆录，然后他发现了一堆东西。第一个也是最炸裂的，那些狱警呢不是自发变暴虐的，而是被指导的。勒泰克西耶呢找到了一段录音，实验进行期间，津巴多的研究助手贾菲找到了一个表现不够凶的狱警，跟他呢说了一段话，大意是你需要更强硬一点，你需要主动去制造紧张感，这是实验需要的。你品品这句话。研究助手呢在跟狱警说，你表现的不像个恶人，你得再狠一点。这哪是什么环境自发的让人变恶，这分明就是导演在跟演员说戏。第二个呢更离谱的，实验里最著名的那个精神崩溃是装的。有一个叫道格拉斯·科尔皮的大学生，编号8612，进实验第2天就精神崩溃了，尖叫哭泣语无伦次，他的崩溃画面被传播了几十年，每本教科书呢都拿来当证据说，你看监狱里的环境对人的摧残有多严重。2018年呢，科尔皮本人接受采访说了几个字，我是装的。他说他参加实验之后才发现自己带的复习资料呢被没收了，他有个研究生入学考试要准备，他想退出，但他说我不干了，没人理他。你知道吗？他试了正常的方式，说我想退出实验，结果呢，工作人员告诉他你不能退出，所以他决定装疯。因为呢，只有表现的精神崩溃了，他们才肯放他走。这事儿讽刺到什么程度呢？科尔皮后来的职业是监狱心理学家，一个在假监狱装疯的人，后来去真监狱里当了心理医生。第三个，那个最残暴的约翰·韦恩，他后来自己说了他在演戏。他原话是这么说的，我把这儿当成了一场表演，我模仿了电影里虐待狂的样子，我觉得我在帮助研究者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，我想做最好的预警。你想想这句话意味着什么？他不是被环境吞噬了，他是主动选择表演了一个恶人的角色，因为他觉得研究者希望他这么做，这跟好人在特定环境下会自发变坏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第四个，这个实验的那条招募广告本身就有问题。津巴多登的广告上面写的是什么？招人参加监狱模拟研究。后来呢，有2个心理学家做了个对照实验，他们登了2种广告，一种写模拟监狱实验，另一种只写心理学实验。结果呢，发现冲着监狱这2个字来报名的人
在攻击性、威权人格这些指标上显著高于另一组。也就是说，还没开始实验呢，样本已经偏了，来的就不是一群完全正常的人。第5个，这个实验呢，从来没有在心理学学术期刊上正式发表过，它呢是通过津巴多自己的演讲、采访和后来写的书传播出去的。纽约大学一个心理学教授说了一句很重的话：真正的欺骗不是发生在实验室里，而是发生在津巴多与媒体、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之间。第6个，2002年 BBC 呢照着差不多的条件又做了一遍这个实验，随机分组狱警和囚犯，结果呢什么也没发生，狱警没被暴虐，囚犯呢也没有崩溃，实验平平无奇的结束了。如果环境能让好人变恶魔是人性的铁律，那为什么换个地方做一遍什么都复现不出来？答案可能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果不是人性的自然产物，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。好，那说到这儿呢，你可能就觉得这不就是场学术骗局吗？津巴多不就是个骗子吗？但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呢，可能又会让你再转一次弯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实验有这么多的漏洞，那为什么能欺骗全世界50多年？这个问题呢，你仔细想想，它其实比实验本身更有意思。我觉得原因有3个。第一个原因，这个谎言给了所有人一个台阶。人类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是承认坏人可能就是坏人。为什么受不了？因为如果坏人做坏事是因为骨子里就坏，那你怎么确定你自己骨子里不是？但如果坏人做坏事是因为被环境逼的，那一切就好解释了，不是人的问题，是桶的问题，你还是好的，你只是被放错了位置。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就是这个台阶，它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这种解释太舒服了，谁愿意推翻它？第2个原因，它又实在太像是一个好故事了。你回想一下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经典描述，它是不是天然就是一个完美的3幕剧？第1幕，好人进入监狱；第2幕，好人变成恶魔；第3幕，一个英雄站出来拯救了所有人。开头、冲突、高潮、结局一个不缺。一个严谨但是闷的实验传不了50年，但一个跌宕起伏的好故事可以。津巴多呢，不只是一个心理学家，他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，而媒体、大学教授、政策制定者太需要一个好故事了。第3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，这个实验所描述的那件事儿，在现实中一遍一遍的发生了。2003年，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，美国士兵呢不是什么特种部队精英，也就是后备役的普通年轻人，有的之前是超市收银员，有的是保安，有的还在上社区大学。他们心理评估呢全部正常，入伍之前就是美国中部小镇上的普通孩子。然后呢，他们在那座监狱里做了什么？他们把伊拉克囚犯扒光了衣服，堆成人体金字塔，给人套上头套，接上电线，然后拍照，让女兵呢拽着裸体的囚犯像遛狗一样在走廊里走。没有上级命令，没有人告诉他们你们必须这么做，但整个系统的氛围、去人性化的称呼、缺乏监管、战区的敌我意识、群体压力，自动就产生了暴行。津巴多呢后来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了，他说了一句话：这不是坏苹果的问题，是坏桶，是那个桶把正常的苹果泡坏了。其实更早，1963年，另一个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做过一个更简单也更狠的实验。他让普通人呢坐在一台电击发生器面前，旁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研究者，对面呢坐着一个学生，其实是演员。学生呢每答错一道题，你就要按按钮电击他，电压一次比一次高。学生呢会尖叫求饶，说自己有心脏病。结果65%的人一路按到了最高档，450伏，足以致命的电压。他们不是变态，他们就是普通人。唯一的环境就是旁边站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，告诉你实验需要你继续。就这么一句话够了。纳粹德国卢旺达，那些把无辜者推向毒气室的集中营守卫，那些拿着砍刀冲向多年邻居的平民，
他们不是天生的恶魔，他们就是绝对的普通人，只是呢被放进了一个坏桶里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地方。实验本身呢可能是假的，被操控的，被表演的不严谨的，但他描述的那个现象在真实世界里一遍又一遍的发生了。一个假的容器装了一个真的答案，实验呢可以造假，但人性造不了假。这就是为什么他骗了全世界50年，因为即使你知道它是假的，你也没办法说它是错的。那到底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，可以让一个正常的普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施虐者？不管斯坦福实验本身是真是假，从阿布格莱布、米尔格拉姆和无数真实的案例里，我们可以提炼出4种核心的心理机制。第一种叫去个人化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你穿上制服、戴上墨镜，或者躲到一个匿名 ID 后面的时候，你就消失了，你变成了一个角色，角色做的事你不需要负责。你可以想想，为什么所有需要使用暴力的职业，军人、防暴警察、执法者都有制服。制服呢，不只是标识，制服是一种心理装置，它告诉你的大脑，现在做事的不是你，是你穿的那个身份。第二种叫去人性化，用编号呢替代名字。这个操作看起来很小，但它做的事情是让对面那个人不再是人了，它是一个数字，一个物体，一个可以被处置的东西。你对一个叫小明的人动手，心里会疼，但对一个叫8612的东西动手，心理负担少了90%。纳粹第一步不是把犹太人送去了集中营，第一步是让他们佩戴黄色星标，把他们从你的邻居变成了那个犹太人，从人变成符号。这一步完成了，后面的暴力就水到渠成了。第三种呢叫责任扩散，大家都在这么做，不是只有我一个。当暴力变成群体行为的时候，每个人分到的罪恶感就变少了。一个人动手会良心不安，100个人一起动手，那叫执行任务。第4种也是最深层的，叫角色内化。一开始呢，你知道你自己在演一个角色，但时间一久，你就分不清了。你不再是一个扮演狱警的大学生，你就是狱警。惩罚囚犯呢，不是实验安排，是我的职责。这个东西呢，我管它叫角色吞噬。不是你在扮演角色，是角色在吞你。金巴多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是设计这个实验的人，他是造桶的人，但到了第5天呢，连造桶的人都被自己造的桶装进去了。这4种机制呢叠加起来，去个人化、去人性化、责任扩散、角色内化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正常人变成施虐者。不需要洗脑，不需要药物，只需要一件制服、一个头衔、一群沉默的旁观者。好了，你可能觉得监狱、战争、纳粹这些离我都太远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你呢，仔细想想，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事？一个同事呢被提拔成小主管，第1周呢还跟你一起吃午饭吐槽领导，到了第2周，他开始用我们团队需要来说话了。第3周呢，他在群里艾特你，这个方案不太行，重做。你看着他，心想，这还是那个人吗？他不是变坏了，他穿上了管理者的制服，然后角色开始吞他了。再想一个是，你在公司里叫什么？你叫工号3847，你在人力资源的表格里就是一个格子。当你的老板呢在季度会上说我们需要优化掉2个人的时候，他不觉得自己在伤害人，因为他优化的不是人，是格子。这不就是用编号替代名字吗？去人性化一模一样。最后呢，问你一个事，你有没有开过一个会？在座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决定是错的，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不。50个人看过斯坦福监狱，只有马斯拉赫一个人说了不。你的公司里有马斯拉赫吗？还是说你就是那沉默的1/49？再想一个场景，某个人在网上说了一句话，被截图了，被传播了，被断章取义了，然后100万人涌进了评论区开始骂。最开始骂的那些人呢，可能是真的生气，但到了第100个、第1000个、第10000个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们还是在伸张正义吗？不是，他们是在比赛谁骂得更狠。你把那4种机制套上去看看呢？去个人化，有，你是一个匿名 ID， 没人知道你是谁。去人性化，也有，被骂的那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人了，他是一个话题，
一个符号。责任扩散有，反正100万人都在骂，不差我这一条。角色内化也有，我是正义的网民，我在做正确的事。4种机制呢一模一样，全部命中，而且跟斯坦福监狱一样，在100万人的围观里，几乎没有人说停。你想一想，你上一次看到有人被网暴，不管是明星、普通人，还是任何一个话题中心的人，你说停了吗？还是你划走了？划走也是一种沉默。社交媒体呢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，你既是狱警也是囚犯，而那个替你造桶的人是算法。好，说到底呢，斯坦福监狱实验告诉我们，或者说他用一种歪打正着的方式提醒了我们一件事：善良呢不是一种性格，善良是一种选择。你呢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这个选择，但当环境替你做了选择的时候，当制服穿上了，当编号挂上了，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，善良通常是第一个被牺牲的东西。角色吞噬法则给任何人一个身份和权利，善良只能撑6天。而且这条法则呢，即使是从一个假的实验里提炼出来的，它依然是对的。因为真正证明它的不是津巴多，是阿布格莱布，是卢旺达，是你上一次沉默着看完的那场网暴。所以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：斯坦福监狱的那场实验可能是假的，但他留给你的那个问题是真的。如果有人给你一件制服、一点权利、一个理由，再加上一群沉默的旁观者，你真的确定你不会动手吗？不要急着否认那50个看起来囚犯被虐待而沉默的人，他们每一个都在事前会说我不会。我们每个人呢心里都住着一个狱警和一个囚犯，区别只在于你是主动选择了善良，还是只是没有遇到那件让你闭嘴的制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老乔，事件的另一面值得被看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，点个关注，成为我的原始股。我们还有很多的故事慢慢聊。